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讲讲全球最牛印钞机美联储。众所周知，美联储在全球金融圈子里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。你只要读过一点财经新闻，就会发现，每次他开个会说几句话，全世界的股市、汇率，甚至你买菜的钱包都可能跟着翻滚。更离谱的是，这家号称联邦储备的印钞机构，却并非美国总统能管得了的，反而要瞄着他的脸色行事。要是这话第一次听，你可能会怀疑，美国不是号称政府最大吗？怎么这个美联储比大魔王还牛？但事实就是这么玄乎，他不听总统的，却能对全球喊起立坐下，各国真的就得跟着动作。那么美联储底气到底打哪儿来的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不妨先打开想象，假如你有一台想印多少钱就印多少钱的机器，会不会每天醒来都在笑？韭菜这种植物还需要辛勤耕耘吗？可能有人要担心政府要来管你，但如果政府本身拿你没办法呢？换句话说，你既能决定美元的生杀大权，还不必向总统点头哈腰，这画面大概就是美联储的真实写照了。这种无法无天的感觉，先从它的制度设计说起。美联储最高决策层有7名执行委员，任期各14年，而且你4年一任，我14年岿然不动，并且每个委员的上任时间还彼此错开。你可以想象，美国总统正雄心壮志地说我要改革，却发现只能更换有限的委员，而且对于那些现任者，他连罢免权都没有。就算总统在电视上咋呼几句，美联储依旧我自巍然不动，继续操纵它的利率和印钞机，让全球股市心惊胆战。说白了，只要委员们不想走，你总统换个7、8届都不管用。那这些委员都是天上下凡来的吗？不是哦，他们背后站的可是华尔街的跨国金融大佬，比如罗斯柴尔德、摩根、洛克菲勒等等。这些寡头也被人形容为美国政府背后的影子政府，因为他们不光掌握巨额财富，还把各路政治资源玩得溜溜转。有个段子说，美国总统是流水的管家，华尔街老爷才是铁打的老板。换谁进白宫当总统，都撼动不了美联储背后那个铁板一块的跨国财团的联盟。很多人会问，这听起来很玄乎啊，美国人自己不痛恨吗？其实美国独立战争后就有这种纠结，想要资金却不愿被外国金融家操纵，可真香定律摆在那儿。政府缺钱时又不得不向私人银行伸手。历史上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1791年就拉来跨国资本，在费城搞了美国第一银行，政府想花钱都得跟他借，还要老老实实付利息，这等于把印钞机直接交给私人机构接管。是不是有点我刚逃离英国殖民，又把脖子往别的资本家套上的感觉呢？当时不少美国人也很火大，觉得这不就是资本寡头的盛宴？结果1811年国会果然拒绝继续授权美国第一银行，搞得伦敦那边的内森·罗斯柴尔德勃然大怒，甚至威胁说，不给我续约，那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1年后，英美1812年战争爆发，谁输谁赢先不管，美国政府债务反正一路飙升。为了续命，又在1816年成立了美国第二银行，这家银行依旧被资本大佬把持，和第一银行半斤八两。接着，民粹派总统安德鲁·杰克逊登场，他最烦大资本吃人不吐骨头，于是在1833年把联邦存款从第二银行撤出，还否决掉他的续约申请。1836年，这家银行呢彻底歇菜，但杰克逊险些付出生命代价。1835年，他在国会山遇刺，好在枪没响，命大没死。一场惊心动魄后，美国进入了长达70多年的无央行时代，各州小银行像雨后春笋，但风浪一来就一片倒闭，挤兑搞得百姓苦不堪言，动不动就金融危机。1893年那年尤其惨，500多家银行挂了。1907年更上一层楼，纽约第3大信托公司都破产了，引发全国性恐慌。最后是金融大亨约翰·摩根出手救市。政府见状也不得不承认，我们还是得有个中央银行来稳定形势。问题是，这个央行又不是单纯的政府机构，而是保留了私有属性。1913年，总统威尔逊签下联邦储备法案，美联储粉墨登场，表面上挂联邦牌子，让老百姓听着安心，其实股东依旧是那些财团，掌控美元的发行权。2战之后，美国崛起成了超级大国，布雷顿森林体系
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国际地位。后来尼克松从击，废除了金本位，但美国又搞石油美元体系，继续稳坐货币霸主。当你拥有全球硬通货时，只要印钱，全世界都得被迫买单，想跑都跑不了。美联储每次放水，资金四处流窜，推高海外资产。一旦他说我要收紧加息了，好吗？热钱立马回流美国，新兴市场那边就被抽干，股票、货币双双暴跌。很多国家或地区只能跟着美联储亦步亦趋，生怕被资金大潮冲垮。有人就嘲讽，美联储就像坐在一个全世界连通的水阀口上，想开就开，想关就关，让别人干着急，也难怪有人高喊去美元化。但目前看来，这多是理想层面，毕竟国际贸易、能源定价还是得用美元。你以为可以不跟美元玩吗？对不起，大多数人可没这个本事。美国总统偶尔也想对美联储指手画脚，比如说，您老能不能再多印点钱，别加息啊？但执行委员们会不会听不一定，因为他们任期稳稳地摆在那儿，背后还有那群华尔街大佬撑腰。总统4年一个周期，美联储大佬10几年都不动。即使政府想收拾美联储，也得先想想华尔街巨头要不要翻脸。说白了，你硬碰硬，搞不好自个儿政权先塌方。往重了说，小命都可能不保。对我们普通人而言，这剧情虽像金融大片，却真真切切地影响我们的买房投资的决策。美联储一声令下，大规模放水，房价、股价也许会跟着起飞。可忽然说要加息抽水，你的房贷利率或外资就可能飞速回流美国。看似遥远，实则关系你我钱包。尤其新兴市场国家，资金进来容易，撤走的时候就跟龙卷风似的，让人连补救都来不及。有人可能会想，美国总统不好好管管吗？问题是政府和美联储其实半合作半对抗的状态，政府需要他帮忙买国债，维持经济秩序，美联储则需要政府在法律层面背书，保证它可以畅行无阻地调控货币。再加上华尔街财团背后施加影响，与这个超级印钞机就能一直稳坐钓鱼台，连换了 N 届总统都不在话下。纵观这些年，每当国际形势不稳，就有人高喊美国要崩塌了。可真正懂的人会告诉你，只要美联储还能让美元在全球流通，只要全球还离不开美元买石油和大宗商品，想让美国彻底崩塌根本没那么简单。有句话说得很传神，美国可以乱，白宫可以吵，但只要印钞机的手柄还在那些华尔街老爷手里，他就不会真正完蛋。那么我们只能坐看被收割吗？这也未必。至少明白美联储和美元霸权的来龙去脉后，你就知道在它开闸放水或猛地收缩时，该如何调整资产配置，规避风险。就像下雨前先看看天气预报，知道快要下暴雨了，咱就赶紧收衣服，不至于全淋湿。金融世界也一样，有些风暴我们改变不了，但学会一点常识，总能多几分心安。所以美联储之所以被称为全球最牛印钞机，不光在乎它几乎不受美国政府直接控制，还因为它把控了世界经济的关键阀门——美元。历史上从美国第一银行、第二银行到长达70多年的无央行时代，再到美联储正式诞生，背后都离不开那些跨国资本家的精心布局。总统可以轮流当，议员可以吵翻天，但这一套印钞和金融操作的架构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。说白了，美元其实就是美国的超能力。或许将来某一天会出现多个强大货币共同分担全球结算，都要美元的绝对霸权，但目前还看不到可与美元平起平坐的对手。人们对这个通行证既痛恨又离不开，就像一个又爱又恨的霸道恋人。美联储自然就能继续在全世界呼风唤雨。看懂这一点，我们再回头审视什么美国崩溃、美元失灵，就能更从容，不至于跟着一惊一乍。总之，美联储能走到今天，是金钱、政治和历史的3重交织的产物。它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在资本游戏面前，很多人的命运是被动的。但了解其中诀窍，至少能让我们少交点智商税。毕竟，风雨欲来的时候，知道雨伞在哪儿，才是我们最基本的生存之道。而这把雨伞的形状与颜色，就掌握在那台美国无线印钞机的手里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继续分享自己看法，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